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30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直播每日财经观察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川普历史性决定，中国外交战略正在解体这是个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是来分析川普昨天的这个讲话它的影响，特别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那么我们先给川普讲话做一个基本的评价川普的这次5分钟的讲话绝对是历史性的它具有历史性的地位，而且它将会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的格局第三，它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的对外战略有致命的影响有致命的影响，所以这个讲话非常重要，影响深远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一个专题的来分析一下，分析这个川普总统昨天的这个5分钟的讲话先说一下中方的反应中方的反应我只看到了一篇有直接的回应就是人民锐评，就是人民日报有个人民锐评，题目是中国人民不吃美国这一套那么他就直接评价川普的讲话，重点就是一句话就是影响不大那么人民日报就是跟香港有关，跟外交有关的，就是维吾尔人权法案，它有个回应。然后新华社这边就基本上就完全没有回应新华社一个是塞尔维亚总统致信习近平，坚定支持中方在香港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然后是英美试图推动安理会讨论涉港国安立法图谋失败，然后是外交部回应加拿大对孟晚舟裁决严重的政治事件新华社就这3篇新闻3篇评论然后财新网倒是有一个评论财新网有个新闻，就是川普声称将调整涉港政策，资本市场先跌后涨，整个调子还是影响不大那么整个的中国的媒体基本上可以说是在低调的回应川普的讲话那么一个是消除影响，一个是不具体回应就除了人民锐评之外，其他就没有了大概中国的反应到现在，我认为中国现在有点懵，应该在连夜开会商讨对策，应该现在还没那么快拿出反应来那么我们怎么去评价这次川普的这个讲话呢？我想用2个维度来分析。第一个维度就是拿这次川普的讲话跟上次中美贸易战来对比一下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相似的地位，因为中美贸易战是川普打响了对华战略的第一枪那么香港事务这次的香港事务那么是一个重大转折所以他们有共同的地位但是他们又有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拿它来对比就更容易显示川普这个讲话的重要性那么他们属性是一样的这2个属性是相同的不是因为中美发生了贸易摩擦导致中美关系恶化，而是因为中美关系恶化导致了中美贸易战。同理他们属性相同，同理不是因为发生了香港问题中美关系恶化，而是美国选择在香港议题上对中国开战。
所以他们的属性是一致的啊，属性一致，他们反映了中美关系对抗的激烈程度啊，就是说他们是在升级的啊，这是相同之处。不同之处，他们有个非常明确的不同。第一，目标不同啊，中美贸易战的目标是什么？中美贸易战美国的目标是获得战略利益，那就是$4000亿和中国的各种承诺啊，这是美国的具有非常大的战略利益的。当然，同时川普也有好处，就是对他的选情有帮助。就是中美贸易战是美国选择跟中国开战获得利益，这是一个方向，这是相同，这是中美贸易战的本质啊。但是香港议题，就是川普昨天的讲话，我们把它概括为香港议题。香港议题的目标不是为了获取战略利益，而是为了攻击对方。攻击对方当然是保护自己啊，保护自己，攻击对方是最好的保护防守啊。所以它是不同的啊，两者是不同的。它两者不同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双方对抗的烈度在急剧的上升啊，这是第一。第二，策略不同啊，策略不同。中美贸易战很清楚啊，川普的策略非常的清楚，我只在贸易领域跟你打仗，双方有一个默契，我们只在这个领域打仗，我不扩大范围，你也别攻击我其他的利益啊。那么我们只在这个领域谈判啊，我要攻击你也在贸易领域进行攻击，然后你要给我在贸易领域给我利益，战略利益。他都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护他想获得的利益。那这是一个获得利益的一个非常好的策略，就是他的确是得到了啊，他这个策略是有效的。但是在香港议题上却不是如此，香港利益上是连打4拳，这4拳打下去，目的是什么？这个策略只有一个目的，让对方很痛，越痛越好，这就是策略不同。那么这一次的香港议题啊，像川普的讲话，说明什么？说明第一，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战略利益点；第二，一口气打4拳，而且他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要放弃另外一个重大的战略利益，什么？中美贸易协议。因为大家很清楚，所有人都很明白，川普昨天的讲话意味着他放弃了中美贸易协议，就是他打定输数了，中美贸易协议就有可能是不会执行下去的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他如果不是有一个更大的战略利益，他不会放弃这个战略利益的。你想，总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吧？两利相权取其重，他一定是取一个更大的利益。那你想一下，中美贸易谈判的协议，这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利益，非常重，$4000亿，哪有那么大的单？全世界你见过有这么大单吗？没这么大单，而且是在原有贸易进口的规模之上再加$4000亿，2年时间，你想这是多大利益？非常大的利益，能谈出一个这样的结果来，很厉害的了已经。这都要放弃，可见他是为一个更大的目标来实现，否则他怎么会放弃这个？由此可以看出3点。第一点，中国开始失去对美国的战略牵制能力。你想一下，川普把这个中美贸易协议可以放在一边，就说你损失就损失了吧，但是我干这个事情。其实你可以看，从去年到现在，从川普开战就开始开打中美贸易战开打到现在，中国牵制美国的只有一样东西，什么东西？中美贸易协议。川普手上，他这也举起来不打，那个举起来也不打，为什么？因为他有顾忌。
那么如果川普放弃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川普已经没有顾忌了，你就没有东西能够牵制我了。就是第一个，就说明中国从现在开始失去了对美国的战略牵制能力。且不说，你看哈，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中美贸易战一开打，中国就失去了另外一个牵制能力。什么牵制能力？中国市场。川普选择对华开打中美贸易战，当时其实没有人看到这一点啊，我也没看到这一点。其实当时川普面临一个重大选择，就是你意味着你要放弃中国市场这么大的一个战略利益，因为你打贸易战，你还惦记他什么？还能惦记他的市场吗？惦记不了了。你别忘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利益。西方国家过去20年都是惦记中国市场，如果没有中国市场这个牵制，西方国家不会被中国在很多问题上被中国牵制。中国做了很多事情，西方都勉为其难，哎，算了吧，闭只眼睁只眼就过去了。原因是什么？还是中国的这个市场这块利益。当时中美贸易战一开打，川普就把这块利益放到旁边，我不要打这仗了。好，到了现在，川普开打在香港议题上开打，他等于放弃什么？放弃了中美贸易协议这个战略利益，那他就等于什么？中国就没办法牵制川普了，他没办法牵制美国了，这是第一个。你现在看哈，你现在再去看德国，你就知道，现在的德国就是当初的美国。德国，我刚才讲了，德国刚刚跟中国签了2个上百亿美元的协议，对吧？一个是买这个汽车厂的股权，一个是买这个电池厂的股权，这2个都是加在一起应该小100亿吧，啊，100亿美元吧。但是其实这只是一个冰山一角，就是德国的汽车业在中国有重大利益，这是德国政府的基本判断。那么也就是说，德国政府在这个领域受到中国的牵制，战略牵制，那么他的行为就被约束住啊，这个行为就约束住。那么当中国失去了对美国的战略牵制能力的时候，那中国的整个的外交战略框架就开始解体了。你要知道，如果你对一个你的战略对手没有战略牵制能力的时候，那你的外交战略你的框架就开始解体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严重的后果啊！这是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我觉得会影响深远啊！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的外交战略啊，中国的外交战略。我们先讲外交战略的核心是什么？外交战略的核心就是2条。第一条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啊，安全就是确保我自己的安全，是整个外交战略的核心。第一条，当然第2条也很重要，就是利益，尽量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啊，安全是前提，利益是目标啊，没有安全，利益就是0，所以这利益是系数。如果你这利益是0，你乘10000都是0，所以这外交跟利益的安全跟利益的关系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但是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好，我们讲中国的对外战略的框架是什么？过去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啊，也不是从改革，基本上从中苏交恶之后，其实从中美建交啊，从中美建交开始啊，中国的对外关系的框架都没有变过啊，最近才发生变化。第一，中国的外交对外关系的核心就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是整个对外战略框架的核心。为什么？
因为跟所有的战略利益都有关系。中国的核心的战略利益，所有的核心的战略利益都跟美国有关系，而且都取决于美国的态度。这是第一条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有的对外关系都是为了中美关系服务的。这就是从中美建交到现在啊，1972年、74年忘记了啊，74年吧，是74年吧，我忘记了啊。到现在啊，中国整个的对外战略就是一个这样的战略，就是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所有的对外关系都是围绕着中美关系展开的。但是这件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啊，过去10年开始吧，过去10年不到10年，7、8年啊，中国开始干嘛？为什么改变？改变的原因是中国开始扩张了啊，开始扩张了。那么中国开始扩张，对外扩张，那当然你就不是中美关系，就不是核心了。中美关系就不是核心。为什么中美关系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系列的策略上的改变，最核心的改变就是中国开始扩张了。那你想一下，这个世界上的战略格局是已经有的，对不起，已经有的啊。那么你开始对外扩张的时候，你就会碰到其他的势力，因为你原来的格局是既定的。你开始要往外挤，这一挤就会碰到其他人嘛，对不对？碰到最多的是谁？一定是美国啊！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是全世界最多的呀。你往外一挤，不就是碰到美国吗？碰到美国，那美国就开始发现，哎呦，这个人开始在蚕食我的影响力，开始蚕食我的利益，美国就开始做反应了。做反应，这个时候中国要是灵活的去调整它的对外战略的话呢，这种冲突没那么严重。但是你可以看中国现在的，你看中国完全对外战略完全没有弹性，全是刚性的往外冲啊，往外冲，那就邦撞到哪里？撞到了川普啊，撞到了川普，川普就选择反击。第一仗中美贸易战，川普的算盘是我边反击你，我还能获得战略利益，这个算盘是很好的算盘。但是这仗打下来，川普发现不行，我被他牵制的太厉害了，我被他绑住了，我不能干我想干的事情，那算了，我就不受牵制，我就把这个利益放下，那整个的格局就不同了。那么现在中国的整个的格局是什么？我们讲中国的处境是个什么样的处境呢？中国是什么样的处境？当美国不再受到战略牵制的时候，美国就可以不受限制的选择任何一个领域进行攻击。如果他认为你威胁他的话，那事实上美国是认为，你看刚刚就是上个星期出来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非常清楚的向大家描述了一个很清晰的图画，中国正在威胁美国的安全，中国是美国的挑战。当美国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威胁和挑战的时候，而他又没有受到战略牵制的时候，那他就可以在任何领域对中国发起攻击。这是第一个局面。第二个，如果是一个这样的局面形成了之后，那么中国所有的战略利益都是不安全的。那你看我为什么讲中国的对外战略框架在解体的原因是什么？你对外战略的框架的核心是什么？安全。当你的战略利益全部都不安全的时候，你的战略框架就实际上是已经没有价值了。
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大家要知道框架是什么？框架是互为支点的一个东西啊，互为支点的东西。在你整个的对外关系当中，很多东西都是互为支点。你撑住这个，你在香港问题撑住了，你在对台政策就撑得住。很多东西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当你有一个支点很脆弱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其他的支点也变得很脆弱。我就说他的为什么说他对外战略的框架在解体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他现在是非常的脆弱，他有点像什么？我们讲讲，就是没有缆绳的一个小船飘在大洋里，那没有锚啊，完全没有锚的了，锚就已经掉了，这个船就在一个海洋上飘着，这就是一个飘着，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辽宁号啊，在大海上飘着，看得过去庞然大物，其实非常脆弱，非常脆弱。那么我们来选择两个议题啊，想选择两个议题来分析一下。当中美关系发生一个这样局面，发展到一个目前这样的局面的时候，我们选两个议题，一个是香港议题，一个是台湾议题，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这个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两个议题是个什么样的局面啊？第一啊，香港议题，那当然接着发生的是什么？川普下一步就会签署行政命令啊，终止香港政策法，这第一步。第二步，基于香港政策法的所有的待遇，香港全部会逐步的移除啊，这是个过程啊，这不是一天发生的事情，它是个过程啊，这是第二。第三，制裁中国和香港的高官啊，这第三。第四，制裁中国的金融机构。第四。第五，金融战肯定是避免不了的了。那金融战呢，也就意味着人民币、港币都会受到冲击啊，冲击成什么样不知道，但是肯定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前景，这个前景是马上就会发生的前景，不是很远的事情啊，就马上眼前就会一步一步实现发生的事情啊，就是金融战，然后就是这大概的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啊。那么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几块砖拿走，一块砖拿走，一块砖又拿走，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资金会外流，然后一些外资企业会离开。当然，最重要的是85000个美国人会离开，和10几万、20多万、30多万英国人也会离开啊。那这些人离开的话，香港这个金融中心就等于什么？就等于没有基础了啊。那么现实意义是什么？现实意义有两个。第一个，香港的抗争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啊，而且我认为美国肯定会在香港大力的支持这些抗争的组织和人员啊，这个没有疑问啊。我觉得 CIA 也好，这个其他的情报组织机构也好，包括一些非政府组织都会去香港支援他们啊，这肯定的。这是第一个影响。第二个影响，特区政府驻港部队他们的行为有所顾忌啊，而且会被受约束。为什么？这跟后面有关系啊，因为他们不知道美国会干什么，所以他们的行动会有所顾忌。所以香港的政局就是香港，我经常讲，香港从现在开始进入了未知领域啊，未知领域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在中美在香港的角力会有不同的影响啊，这个影响此起彼伏不好说啊。但是没有疑问的一点，香港的抗争不再是孤军作战了啊，美国会没有顾忌的去支持
抗争的人，原来是有顾忌的，这个不方便做，那个不方便做，现在没什么顾忌的。而且我认为其他的国家也是一样，该伸手现在就要伸手的了，再不伸手你伸来干啥？所以现在应该是全世界想介入香港的人都会伸手的了，不会等的，再等就没意义了。所以香港政局包括香港反抗的这个政治组织，像民主党啊、泛民这些，应该受到非常多的支援，各种支援都会往香港跑的。所以这块香港的政局正我就进入未知的领域啊。现在香港的情况就是这样，香港议题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形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台湾议题，我们不讲台湾问题哈，我觉得台湾问题很贬低台湾，台湾没有问题，我们只说台湾议题啊。目前的台湾是中美建交以来最安全的时期啊，最安全的时期。那么为什么？很简单啊。那么中国大陆经常武力威胁台湾，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武统啊，天天在那喊这个呢，台湾人是会害怕的。为什么？因为中美之间有巨大的战略利益啊，所以中国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台湾你别搞错了，我跟他关系更好，我们有更大的买卖干，就为了你会放弃这么大的买卖，不可能。这是台湾人也相信这个话啊，但是从现在开始，这话没有意义了，因为你要是威胁他，你要敢动他，美国人就会打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没大买卖了，就这么简单。所以现在台湾已经进入就是中美建交以来最安全的时期。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已经变成了零 ，zero 变成零了，这是一个重大改变，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这是在台湾岛内一个非常核心因素的消失，就是大陆的武力威胁，这件事情已经变成历史了。这是第一条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蔡英文总统进入他的第二个任期啊，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包袱了，他可以放开手脚干他们想干的事情了。所以整个的台湾的政局将为之一变，形成一面倒的趋势。这就是中美关系对台湾的影响。我们经常讲什么？讲中美关系、两岸关系、美台关系啊。首先，另外一头啊，就是当两岸关系、当中美关系好的时候，那两岸关系就会一面倒向大陆这边，因为大陆的优势就非常大。那么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美台关系就会好起来啊，那两岸关系就会恶化。但是呢，以前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喊话是什么？你们不要搞错了，美国绝对不会因为你们这捏的好处去为你们死人的，不会的，因为我们有更大的买卖，这就是吓唬台湾人的一个逻辑。现在这个逻辑已经崩溃了。为什么？中美关系连战略牵引力都没有了，那意味着什么？你还敢动台湾人？直接，我现在还想找机会打你呢，你给我个理由是吗？好，我就用上啊，因为实力太悬殊了，好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台湾一下子解放，台湾应该把昨天这一天定为台湾解放日，台湾就解放了。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台湾就再也没有战略压力了。所以这就是台湾现在的局面啊。蔡英文总统应该谢谢我啊。好，我们再讲一下中美关系的未来吧。
中美关系的未来也进入了一个未知领域，因为中美关系从来没有这样过啊。那么，第一个，中国的战略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为什么？在此之前，中美关系是有互相的利益交换就是你给我好处，我给你好处你给我保证，我给你保证，这就是两个国家。两个国家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很多人讲利益，其实不对首先是安全，就是我认为你对我没有威胁，我才跟你交往。如果你对我是个威胁的话，我怎么会跟你交往？就要遏制你、打击你、攻击你，保证我自己的安全。所以很多人经常忽略这个问题。当你在判断两个国家关系的时候，首先要判断这两个国家是敌是友这个是最重要的。中美建交其实是化敌为友，原来是中美是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资本主义阵营，那当然是敌那中国向美国承诺，我不搞共产主义输出你放心，我不是你的敌人，我是你的朋友。美国说行，你有这个保证就行，然后双方就化敌为友。突然有一天，美国发现靠，这哥们又搞共产主义了，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敌了嘛。共产主义跟资本主义那就是敌人没有什么话讲的，因为他们的理念是对立的呀。美国一发现这是敌意味着什么？所有的利都是零因为你再大的利乘以零就是零所以川普现在做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就是把那个安全的系数变成零所以你什么中美贸易谈判的什么协议，第一阶段协议，所有一乘下来都是零，那该怎么样？那就攻击那就是攻击这个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中美关系在现在这个阶段处于一个什么？处于一个重大战略转折，就是一个判断的一个改变。之前都是一个量变都是中国这个地方威胁我，中国这个地方又对我形成威胁，这个地方又损害我的利益，各个方面都在演化最后判断不对，这就是个敌，他对我的安全形成威胁。当美国做一个这样的战略判断，其实这个战略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就是中国战略方针。那份报告讲得非常清楚，他只是讲得比较客气，大家没看透。其实你把这份报告浓缩到就是一句话：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形成威胁，是美国的安全威胁，这个安全就变成了零。那川普就开始开火了。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在他所有的战略行动都受到约束。为什么？原来我有牵制你，我知道你不会有反应，我就该干嘛干嘛，对吧？我想干这个就干这个，想干那个干那个。我去南海填海，我就去填海，岛礁搞就搞那些菲律宾渔民，我就搞菲律宾。反正我知道美国反正你不会跟我打仗就是了。但是现在不同了，美国海军直接开到了菲律宾的外海。你要是敢动它，赶菲律宾的渔民，我正瞅着机会想打你呢，我就打你2炮，你看你怎么办？就是一个这样的。所以中国要在它的战略行动的过程当中，它变得非常的要小心。他不知道，最重要的是他已经不知道美国会做什么样的战略攻击动作。那这就是那句话，就吹牛最后还是要吹破的。所谓的什么？所谓的大国崛起，你从现在你就可以看出来，所谓的大国崛起全是吹牛。为什么？你可以看出来，其实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很脆弱，都很脆弱。你海军能打吗？打不了吧？你跟美国打吗？不能打吧？你这个能打吗？不能打吧？这是一头。
所以他的很多，他现在就真正反映他的实力了，他就真没实力。这一头你可以看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随时会选择他认为代价小、对方更痛的地方进行攻击，所以呢，而且中国现有对美国的这个评估框架也开始解体。你原来可以分析啊，这个地方它不会动，这个地方它有可能会动，这个地方也会动。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它有好处，它不动这里，动这里；这个地方它没太大的好处，它可能会动。你原来有一个利益啊架构的这个体系在那里的啊，你大概能评估出来，我做这件事情，美国会做什么反应？你现在评估不了了。所以呢，在这个阶段，中国要是不进行战略收缩，它将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个小池塘也可能因此而被掀翻啊，大海掀翻小池塘。那么这一次啊，那现在这个格局就分分钟这个大海掀翻小池塘，这是有可能的啊，是有可能，大概就是这样啊。我们今天用35分钟啊，把我今天的这个主题跟大家报告啊。那么我还是总结一下，川普5月29号的讲话具有历史性的影响，那么对全球的战略格局啊，或者是地缘政治格局将产生重大影响啊，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对中国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好吧？好，我们今天就主题就讲到这里。那么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这里特别提醒啊，点赞是我们对抗五毛、对抗限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么请大家帮我点赞啊，那么点赞的按钮就在这里，所以大家帮我点赞。还有一个，最近我们的订阅已经接近20万啊，例行公事平台在这个时候会给我们洗粉，所以呢，所有的网友都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啊，他会帮着取消的，所以大家都要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还有一个就是小铃铛有没有点亮小铃铛啊？点亮小铃铛，我还是希望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直播啊！直播是个非常有意义的部分。那么参加直播呢，可以直接的进行交流啊，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特色。那么大家参加直播有2点，第一点，就算没收到通知，到点就来啊，就是直接就来我们的频道的首页啊，进入直播，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假如你还是想得到通知，你可以关注我的推特号跟脸书号，这样的话，我在直播前的10分钟左右，我都会把直播的链接发到推特跟脸书上去。那么你可以通过那个链接进入我们的直播，都可以啊。我就在这里强调一下，请大家如果方便，请大家来关注我的这个推特号跟脸书号，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建立更多的联系啊，以防意外啊，意外是经常发生的啊，好吧？那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重点是观点、情况、问题，好吗？好，明谢一下，10月天，谢谢贝拉瑞，谢谢 Chris Nova， 谢谢，感谢王先生，美西的敬业认真的态度，今天5毛很多，美西辛苦啊。深红，谢谢 David， 谢谢，非常感谢您，因为您学到很多。等10月，请您吃阳澄湖大闸蟹。今天请您喝杯咖啡，好，我喝一杯咖啡，谢谢。SW， 谢谢 King Tim Lee， 谢谢。这是港女老婆大人请王先生喝咖啡，他和公司上下期待字幕版，好吧？我们现在还在找供应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有网友已经推荐了一些软件，
我们正在学习，我们希望尽快的能够掌握，好吗？牛平谢谢，呼噜呼噜谢谢，易良谢谢，感谢王老师加入会员以来第一次打赏，谢谢你。Casper 林谢谢， Stephen 杨谢谢，西风谢谢，今天是个好日子，支持香港，请王老师喝茶，谢谢。刘红谢谢，谢谢王老师辛苦了。郭喷塞谢谢，王先生谢谢你对我们香港的支持多点分析，或者可以令香港的蓝丝早点清醒。是的，我不是支持你们的香港，是支持我们的香港啊。Jimmy Lam 谢谢，作为曾移民香港，视香港为第二故乡，为去年的事情感到痛心，这半年来受益良多，请王舍喝 Starbucks 咖啡。是的， Starbucks 已经开了啊。新冠谢谢，先打卡，明天醒来听，支持王先生，陪你一起见证历史。是的，我们现在是在见证历史。朱义超谢谢， Kathy 谢谢，打卡多伦多，王老师周末辛苦了。 Richard Lee 谢谢，感谢王健先生每天直播视频，希望能够影响更多墙内的人，因为国内被 CCP 洗脑的人实在太多了，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的人太少了。好谢谢，对不起情况，今天上午关于川普讲话重点新闻集体失声，我就琢磨估计丢了个什么话题出来给大家分散一下注意力，果然上午丢出一条消息，迅速被顶到微博热搜前3，是6岁1年级哮喘的小女孩被老师体罚跑圈导致大咳血的事情。此事发生在半年前，今天突然被翻了牌子，还被各路人马操纵成迷雾重重，共群情激愤，分阵营骂战，看得我直摇头。宣传就这几招，非常对。情况，我在香港问了周围不少人，大家基本的态度是不想离开，不知道去哪里。对于移民，咨询的人多，最终付诸实践的人少。对于美国的决定，大家也觉得很茫然，预见不到对香港以及对我们香港人具体产生什么冲击。最近上街觉得很诡异，很多地方在征集支持国安法的签名。我今天看那个叫什么新华社说有200万人签名啊。铜锣湾还在播放国歌，平时街上那些支持法轮功的人也不见了，只剩下反对的啊。情况，美国驻港领事馆被港媒报道正在卖宿舍楼，为撤离做准备。1948年购入地皮，已经72年历史的港南区寿山村道37号美国领事馆员工宿舍已经挂出出售，月值100亿港币，宿舍楼6栋，占地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4500，占地1万平方米，4500平方米。OK， 趁个高位赶紧卖掉吧，美国人也要撤了哈。情况，香港1，美元提现每日只能1万；2，美国政府秘密放售领事馆洋房，价值过百亿，来真的了。这就是要打嘛。情况，坐标西南某省会。昨天李克强鼓励摆地摊，今天下楼散步便见到许多久违的站街女。自从习近平上台后，已经好久没感受到这般烟火气了，感觉李克强这次有意无意站在了普罗大众这边，历史的进程真是真实而滑稽。李克强没有站在普罗大众这一边，他只是没有脑子想这件事情只是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他跟普罗大众没关系，只是被大家解读成这样观点回归后20多年里，中国获得外资 70% 经香港而来，中国对外投资 60% 经过香港，中国离岸 IPO 集资额4500亿美元， 80% 通过香港进行，香港更是中资企业发债集资最重要的口岸。欧美如果动真的扼住中国资金的进出，中国经济会倒退20年，再扼住技术设备进口，中国就会回到伊朗、朝鲜的水平，
不断的掉飞机。这些数据都是对的啊。那么，而且这个判断基本上是这样，就是改革开放不往前走啊，你一步步往后退，那就今天的朝鲜就是以后的中国啊，真的是这样。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危言耸听，这不是危言耸听啊。朝鲜也有手机的，朝鲜也有手机的，别以为朝鲜没手机啊。情况，王老师你好，我是大陆某大学大二学生，本科金融，从疫情开始关注老师的节目，因周四在学习软件讨论发表中英联合声明是国际条约言论被封号，事后辅导员问话让我写检讨，我感到很无力，希望王老师能给我支持鼓励，同时也深刻的明白要保护好自己，因为学生没有信用卡，无法成为会员，只能每天听老师的节目，点赞表示支持。第一，感谢你对我的支持啊，这份支持难能可贵啊。第二，请你不要做这个动作了，以后啊，为什么？保护自己更重要，不要逞一时之快啊。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所以不要做让自己不安全的事情，这是第二。第三，我还是希望你每天都来啊，你来听就是对我的支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不用有任何的疑问。好吧，谢谢你啊。观点，我们经常带着一种唏嘘不已的口气谈论80年代的伊朗，那时德黑兰人民自由、富足、祥和、宁静，每家每户都有汽车。以后人民赶走了巴列维这个贪君，迎来了一个暴君，不知这种唏嘘不已会不会历史重演？观点，跟世界各国的抗议者比起来，香港的抗议者是最文明的，没有之一。可惜文明的抗议者面对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野蛮的敌人，没有之一。非常对。观点，太多人是说香港不该抗争了，大局已定。谁说的呀？我没听到哎。第一个不答应的就是香港人，香港的未来从现在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受中共掌控。美国能够毁掉一个旧香港，也能建立一个新香港。香港我在讲啊，香港现在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啊，就是说它原来的轨道已经不在了啊，原来的轨迹不在了啊。如果香港人不抗争，或者美国不介入，那么中国的轨道，香港的轨道是什么？继续保有它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然后中国就用这个国安法把整个香港钳制住，这就是它既定的轨道。那么这个轨道呢，不同了。为什么不同？美国开始介入了啊，情况就是这样。观点，我在墙内顾虑多，很难说真相，我只能用我有限的分享鼓励我的学生去关注王老师的频道，让越来越多的孩子独立思考，大量扩大英语阅读能力。王老师，谢谢你对我的启发，我也会一直鼓励我的学生。谢谢你的支持啊，也希望你注意安全啊。观点，默克尔大妈好气人。今天听说默克尔拒绝参加 G7， 感觉对德国很失望。欧洲已经堕落，虽然他们曾经受过红色恐怖的迫害，或许有一天柏林会再一分为二。王老师认为欧洲会站队中国吗？大概率默克尔会出任下一任欧盟主席，会把欧洲带沟里吗？非常怕欧洲赤化。我觉得没那么严重吧。第一，欧洲本身问题就很多啊，欧洲的这个一体化其实问题是很多的啊。那么这么多的问题，其实要处理他们内部的矛盾已经非常的麻烦了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所以欧盟在很多国际事务上，它没有办法发挥它的作用，跟什么有关系？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就是他统一内部的想法很困难啊，他很难形成统一的想法，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当然欧盟的领头羊就是德国跟法国啊，德国跟法国其中以德国为主，德国实力更强大一点。但是大家都别忘了两条，我昨天举过这个例子啊。第一，
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是欧洲现在处于现在这个状态的一个前提。如果没有北约，没有美国对欧洲安全的保证，实际上欧盟都不会存在，这件事情都不会发生，欧盟形成都不会发生。所以大家要明白，为什么川普可以用现在这个态度对待欧洲，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讲实力，用实力说话，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当然欧洲也不是省油的灯，欧洲有他们自己的能力，但是不管怎么跑，安全问题，第一个我刚才讲的安全问题，还有金融各个需求，别忘了欧洲也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啊，很多欧洲出口到美国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所以欧洲能走很远吗？我不觉得欧洲能走很远啊。你相对于美国市场来说，欧洲你说中国市场当然很重要，但是有美国市场大吗？你疯了吧？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默克尔也没有说不参加，默克没有说不参加，大家去看一下他的那个新闻稿，这里面有意无意的在模糊这件事情。默克尔说我要考虑一下，他没有说我不参加。现在这个中文的标题全变成默克尔拒绝参加 G7， 他能不参加吗？你想一下，用脑子想一下，他不参加放弃的是什么？他放弃的是什么？那是 G7 峰会，他不参加，你觉得呢？我不相信他不参加。我们打赌一把，好不好？哎呀，我不应该在这跟大家打赌，这不对，这个，抱歉啊。我不相信欧洲会赤化，我也不相信，在中美关系在一个这样的时候，欧洲肯定会给美国一些麻烦，因为欧洲觉得美国给他了很多麻烦，这是第一个。但是在这个冲突当中，欧洲绝对不可能站在中国一边。为什么？你想一下嘛，他跑到中国那边意味着什么？你想一下，他意味着什么？他会有什么可剩下的吗？他自己想独立面对俄罗斯吗？不可能嘛，是不是？观点，德国肯定算过账，如果不在中国挣钱，德国怕是经济撑不住。你看大众汽车在国内和国外的质量差距就知道。也不是，我不认为是这样。对，会有利益，这个没有疑问，但是没那么大。中国的钱也不是那么好挣的。你想一下，虽然说14亿人口，有6亿人一个月收入只有1000块钱，这样的市场你觉得很大吗？美国只有2亿人，他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你怎么能比？没法比的啊！川普观点，川普根本不把默克尔放在眼里，即使默克尔帮中共，川普照样制裁中国，大戏一定会慢慢拉开帷幕。何况默克尔真会帮中共站台吗？绝对不会的。对呀，他基督教民主党基联盟是个极右党，开玩笑。德国也是民主自由世界的一员，与中共的独裁专制有本质上的区别，根本不会走在一起，是这样的。提问，这样一看，香港年轻人是全世界最清醒的人，团结，不放弃，不害怕失去，保留了中华文化的底线，也有我们梦寐以求的世界观。我想问，香港有什么特质养育了这群这么棒的年轻人？香港既定的价值观，这就是香港原有的价值观，一直以来就有的呀。香港殖民地到现在，这就是普世价值观。这种普世价值观一直就在香港，没有改变过啊。提问，王先生你好，看到一则消息，香港财政司陈茂波说影响不大，就是美国的影响不大，你如何评价？他会说影响大吗？你说他要说影响大才怪，对吧？我就不相信他会说影响大
它跟人民日报是一样的，一定说影响不大嘛，是吧？观点：中共对香港的政策其实是一贯的，从2003年胡锦涛推出23条立法，到一再拖延香港人的双普选引发的港人抗争，直至一尊推出逃犯条例、港版国安法，可以看出中共始终想在香港实施一国一制，因为中共担心香港的民主制对内地的独裁造成威胁，非常有道理，非常有道理的观点啊。观点：制定参与港版国安法的官员会被美国制裁之下。情况：关于部分港台艺人签署支持港版国安法。提问：签署支持该法案的港台艺人，王老师觉得他们也要被制裁吗？我觉得他们应该被制裁，但是他们会不会不好说啊？川普不听我的。观点：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老有所依，幼有所欲，无畏无惧于神鬼自然之外的人，安居乐业，这就是我身为台湾人努力的目标。政府是人民的意志所发，它服务于人民，不能压制我们大我人民。就是这样啊，这理论上就应该是这样啊。观点：中国也可能很贱的跑出来喊打我呀，然后被打得鼻青脸肿，和周星驰的电影一样的桥段。我不相信啊，怎么会这样呢？一个国家不可能这么戏剧化的，也不可能这么过家家化的啊。观点：美国多年来在大选年都以经济为首，是民众考虑，所以在疫情前，川普都有小算盘。现在疫情的损害在经济、死亡和精神威胁，川要连选必须以民意方向大力反击中共，下手要重，时间窗很短。OK， 情况：我亲戚已经拿到南昌建设一座监狱的标的了，过段时间就开始建设，看来已经准备好社会动荡了。提问：美国对香港的动作是对香港声援，还是把香港当作对付中共的工具？不是，都不对。美国是在香港向中共开战，我表述的准确吗？应该是很准确啊。观点：我看到了一个帖子，说的很有道理。中国没资格和美国冷战，因为美国对中国是出于厌恶而不是恐惧。不对啊。美国向中国开火，川普选择向中国开火，就是一个原因。川普认为，或者美国政府认为啊，或者你可以再去看一遍，我们已经发到社区里面去了啊。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个威胁，或者说反过来讲，中国对美国的安全造成了威胁，所以美国就攻击中国。它不是出于恐惧，也不是出于厌恶，而出于对国家安全的保护啊。美国有4大支柱，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有4大支柱，其中有一个就是安全啊。观点：现在是一个好时机，识别一下平时那些反共大 V， 非常正确。10个里面只有1、2个对这次川普发言讲话发声。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马上发声说，川普雷声大雨点小。国内媒体基本上没有评论，只有胡锡进发了一篇苍白无力的反驳文章。我一直在讲，像这种重大议题，你就会看出2点。第一个，这种所谓的反共大 V， 它到底是什么货色，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正是一个好时机啊。提问：取消香港特殊地位，那么香港免税优惠也会取消吗？消失吗？什么叫香港免税优惠？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香港是个自由港，它没有关税，它只有限的几个产品，比如说红酒啊，比如说香烟啊是有关税的，其他是没有关税的啊。关税是对外的啊。我们讲
我们讲香港独立关税区是讲它的地位啊。好，明谢杨帆谢谢，下划线发谢谢 Jeff 王谢谢，马宁谢谢 Little Lamb 谢谢 Helen 张谢谢，我们一起见证历史，一如既往支持王老师，请您吃一碗正宗牛肉面，谢谢你辛苦了，谢谢。你看这就很正宗，说牛肉面不说牛肉拉面，这就是正宗啊。那些说兰州牛肉面、牛肉拉面，那就不正宗啊。Simba Robert 谢谢，替大家谢谢美西，是的。Bill Lin 谢谢 ，Robert Lee 谢谢，陕北名菜油泼辣子鸡，简称辣泼鸡，好吧。先锋谢谢，请王先生吃庆丰包子。反映个情况，今天才和1年级的儿子聊天，他突然一句永远想念习爷爷，我当时就懵了，这国家怎么了？谁能告诉我？这么说他是老师要他这么说的，实在无言以对。洗脑。Dean Winchester 谢谢，请美西一杯咖啡，他一个人太辛苦了，要面对这么多的网评员。岛主三荒谢谢，情况很多留学生听说了之前的原地上绩效提议，很多已经回国了的人感到很气愤，王老师怎么看？原地上绩效，我觉得应该气愤了，这不是应该很气愤吗？但是又能怎么样呢？所以我觉得留学生还是应该认真的规划一下。我觉得有2点留学生要注意。第一点，大家要看清楚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很重要。然后在这个看清楚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的时候，以这个为前提去规划自己的未来Peter S 谢谢， Hilton W 谢谢，请老师吃个菠萝包，喝杯奶茶，顺便呼吁一下各位网友有心人，将王老师的精彩论点和解答记录成文，然后大力宣传，抵制洗脑。谢谢姥姥王谢谢，使情使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以上是中华民国国歌的最后一段，庆祝台湾被解放。于子子谢谢，就像王舍说的，这是见证历史的一天，历史在这里拐了弯，感觉这一天好长好充实，心情也莫名的好了很多。是的，这也是我的心情NNG 谢谢，请王先生吃杯老北京炸酱面每天来听王先生的节目，感觉身心愉悦，谢谢王先生，谢谢你。Carol 蔡谢谢，看到王老师放轻松了，心情也不由得好起来，请王老师喝杯啤酒，干杯。王老师是不是有点喜欢川普了？支持他连任好吗？我对川普的好感正在增加支持他连任轮不到我支持ZC 谢谢，荣光必归香港谢谢，西风谢谢，情况我们这里医院人员马上要去云南边境支援了，原因是武汉肺炎，但国内完全没有报道。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记得点赞，记得分享我们的视频，谢谢大家，再见。